最近一段时间讲的新闻都比较沉重啊，我们今天换一个话题啊，讲个轻松好玩的。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四川省有一个寺庙的主持啊，跟一个有妇之夫啊约炮，然后还遭遇了仙人跳。我看完之后哈哈大笑啊，我觉得这个新闻啊值得讲一下啊。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啊，大家现在看那个抖音、快手上有很多卖红木家具的，通过直播的方式啊。红木家具大家都知道，第一是贵，第二是暴利，所以这些网上通过直播卖红木家具的，多数都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啊。我们今天的故事主人翁蔡某啊，就是一个卖红木家具的女主播。话说在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啊，她在网上直播卖红木家具，直播间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啊出手特别阔绰啊，一拍手就掏了100万人民币买她的红木家具啊，由此他也就拿到了这个主播蔡某的联系方式啊。这之后啊，双方的关系就开始迅速升温呢。来年的2月份啊，这蔡某就一个人到成都去见花100万人民币买他红木家具的这位客人啊。他见面一看，对方不是一个富商，而是一个和尚。但是这个并没有妨碍双方感情的升温呢。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在酒店里开了房。不久啊，这蔡某就回到了福建啊。蔡某的丈夫呢，姓钱，这钱呢，这个有很强的侦查能力。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老婆啊，好像是跟一个和尚有一腿。他自己一查啊，发现这和尚啊还有点来头，是四川成都下面石像寺的主持，同时还是四川省的政协委员，四川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这个时候啊，觉得对方这是一条大鱼啊。然后呢，他就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啊，说服了自己的老婆啊。他就让他自己的老婆蔡某呢，在这一年的4月份，就把这个施兆杰施副会长啊约到了福建。这施副会长呢，一看蔡某给他发信息让他去福建啊，再次优惠，那肯定是欣然前往啊。这4月份的时候，他到了福建，两个人又到酒店里去开房了啊。这钱某啊，实际上在这个房间里头啊，已经提前布好了密拍设备啊，就把他自己的老婆啊跟这个施兆杰在床上颠圆倒凤的那个过程，全部用密拍设备拍摄了下来啊。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我都替这个钱某啊，我觉得他的心里挺难琢磨的啊。他真的是舍不得老婆套不着狼啊。你想想，他自己的老婆一跟人家在床上这个出轨，然后他还给拍下来，他看是不是？要你说为了挣钱，确实也挺豁得出去的啊。拿到这个密拍设备之后呢，这一年的7月份，这钱某和蔡某呢就到四川，就找这个施兆杰，把这个施兆杰约出来之后啊，一开始是蔡某把他约出来的，刚一进房间，钱某就出现了，说你看你怎么能睡我老婆呢？这施兆杰一开始还不承认呢，是吧？结果呢，钱某就拿出手机啊，把他们两个在床上颠圆倒凤的镜头啊，都给他一看，这施副会长一看就傻眼了，是吧？于是双方就开始谈判。谈判的结果呢，就是施副会长出200万块钱，这200万块钱呢，100万是购买红木家具的钱，还有100万呢，就是给对方的补偿费啊。这个事情啊，就算是过去了啊。那么2年之后，也就是到了2023年的7月份，这钱某啊，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又一个人跑到了四川成都，他就跟这个施副会长联系啊，结果那个施副会长呢，就没跟他理他啊。结果这个时候呢，这钱某也挺神通啊，就找到了施副会长的一个弟子和朋友啊，然后就让那个人就把这个施副会长给约了出来。这施副会长见到这个钱某之后，钱某这次又狮子大开口，开价330万人民币啊。结果这个施副会长呢，就哀求他说放他一马。最后谈来谈去，最终这钱某啊就答应减免10万块钱，双方以320万块钱成交。但是这个施副会长就说啊，他说你不能老管我要钱呢，我给完你之后你又来要啊。于是他就提出一个要求，说你把这个蔡某啊从福建叫过来，咱们几方坐在一起啊，共同商量，我把钱给你，然后咱们到四川找一个四川的名山，我猜是峨眉山啊，共同出具一个谅解书，以后啊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黑不提白不提了，你也不能再管我要钱了。于是钱某呢就把他自己的老婆蔡某啊从福建叫了过去。双方谈完之后呢，这施副会长啊给了对方69.9万的现金，同时用转账的方式给了50万。双方约定好呢，每年再给他100万。给完钱之后啊，那新闻媒体的报道说啊，这施副会长就觉得不对，觉得这是无底洞。你给完钱之后，他以后没完没了的要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打电话报警了啊。
但我分析啊，这施副会长也有可能啊，其实在他钱毛找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这一步了，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把蔡某给叫过来呢？总而言之，这个时候警方出动啊，就把这钱某和蔡某夫妇2个人给抓起来了，以敲诈勒索罪啊逮捕了。这个案子呢，现在在四川的雅江啊那个地方起诉呢啊。那起诉的书啊，那媒体报道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发现就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检方并没有认定此前双方谈的那200万是敲诈勒索的内容，而这一次敲诈勒索的这个金额呢，认定的是既遂的是119.9万，也就是说这次转账的69.9万和50万块钱人民币，未遂的呢是200万，也就是说上一次双方谈的200万，人家检方认为这是双方和解金是正常的。之所以是敲诈勒索，是钱某这一次鬼迷心窍又找他要钱，这次算犯罪。所以你看这钱某啊，说实在的真的是贪得无厌的，所以他也是咎由自取啊。但是这个新闻披露出来之后啊，公众的兴趣点不在于敲诈勒索，而在于啊，你这一个10项式的主持啊，你怎么这么有钱呢？你跟人家约炮了2次啊，人家出手就管你要500万，你就全同意了。那你得有多少钱，你才能出手这么大方？这是第一点。第二，你是寺庙的主持啊，你不是应该6根清净吗？无欲则刚吗？阿弥陀佛吗？你怎么还跟人家有夫之妇去约炮啊？而且你在网上买这个红木家具，是吧？这个做派啊，然后拿人家的手机啊，跟着现在那些网上泡妞的人几乎一模一样啊，是吧？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话题啊，我想讲一讲，就我现在对这佛教这个里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比较有意思的这一个细节和故事啊。就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上那成都市佛教协会的网站上去看了一下，看得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那个地方那寺庙里还搞那个升旗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什么100年还是多少年的这么一个仪式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走基层的活动啊，你看它就跟那个就是政府部门的那个网站几乎一样啊。那你就知道现在共产党其实对这些宗教界本身控制的是非常严的。但是严只是控制这些人不能有自己所谓的势力，其实这些佛教这些场所这些年确实是，尤其是有些比较那个影响力大的那些寺庙是非常有钱的。像那灵隐寺一年的那些门票收入都是多少个亿呀！这门票当然了，不仅仅是归寺庙本身的它是地方政府跟寺庙是共同分钱的。你比如说是少林寺的门票是政府拿70%，少林寺自己拿30%但是寺庙还有一部分钱就是香火钱，这香火钱其实政府是不拿走的。那么香火钱加上这个门票的分成其实就是构成了我们现在这些寺庙的主要收入这是很大一笔钱了。你比如说少林寺一年的门票收入好几个亿，香火钱也有人说一年也是好几个亿那前几年少林寺的那个每年到大年初一的时候，那个烧头炷香，一炷香是66666块钱。你可以想象一炷香成本有多少钱？我估计成本有个20-30块钱差不多了但是那家还疯抢呢。所以办寺庙实际上是非常赚钱的。但是寺庙的钱进到了寺庙以后做什么呢？主要是3部分，一部分呢所谓的是修缮这寺庙的建筑第二部分就给这个僧人们一些生活费第3部分就所谓的做慈善。这寺庙如果要是很有钱的寺庙，其实你搞这个建筑你也花不了多少钱，你也不能天天没事就老这建筑嘛，对不对？那僧人的生活费就更少了，那剩下的就是做慈善的，这部分钱多数就是这些主持方丈来控制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是师父会长所在的这个寺庙叫石像寺这石像寺呢，在四川省还挺有影响的。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重建的这一个寺庙建的这个气势非常恢宏号称是整个亚洲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寺庙寺庙中间还供奉着释迦摩尼的这种舍利咱也不知道那舍利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人家说那地有一个释迦摩的舍利门票是50块钱一张。那这些钱其实从全国各地寺庙的情况来看，
存在着非常大的财务漏洞，就是寺庙里的主持或者方丈，很多人拿这些钱就开始胡作非为。前些年啊，我在国内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新闻我们想做，后来不让做啊，就是福建省有一个寺庙的方丈啊，他就把人家要修的这么一个这个佛像的钱啊，就信众捐款，一共捐了1300多万啊，让他去修一个佛像。结果呢，这修这个佛像过程中，政府没有批，这钱怎么办呢？他就把这钱呢，全都放到了一个担保公司里，就吃高利贷。结果呢，吃了几年之后，那高利贷公司那老板就卷款跑路了，于是这1000多万的香火钱呢，就全都打了水漂啊。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就想报一个题啊，想做一期节目新闻调查，结果没批。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啊，你别看寺庙这个佛教这些人啊，被共产党管得服服帖帖的，但是媒体却不能随便涉及到宗教问题，所以宗教界啊也缺乏什么监督啊，里头也是乌七八糟啊。那么在宗教界里头，这些寺庙啊，去通过这些方丈啊搞这个钱呢，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还有一个，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了。很多寺庙，你表面上看啊是寺庙，其实是一家公司，就是有人投资办一个寺庙。前2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啊，那就有商人到北京来考察，说就在北京选那个历史上啊已经废弃的一个寺庙啊，说把它重建了。重建了之后呢，这通过收门票啊、香火钱呢来赚钱。后来过几年的时候啊，我一看那寺庙就真建起来了。建起来之后，那有的是千佛堂、万佛堂，你要捐一个佛堂，就是1万块钱，哇，香火很盛啊。然后我那朋友就跟他讲，赚发了。其实那些和尚都是早上上班，晚上就回家了，根本不是那个所谓的纯粹的和尚啊。所以你就要知道，在国内现在很多寺庙是非常有钱的，一点都不奇怪啊。其实就是这个慈像寺啊，这背后有没有投资方，我都非常怀疑，因为它的建筑面积那么大，而且是在一个旅游景区里头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慈像寺后面很可能也是有一个投资方的。那紧接着我们就讲另外一个话题啊，因为在这个佛教界，因为它戒律嘛，不能这个近女色嘛，所以性实际上就是最稀缺的啊。但实际上人性本身，你总是有性需求的。所以在佛教界围绕着性所出的问题啊，又特别多。你像这一次啊，你说方丈主持啊，然后跟人约炮啊，说大家觉得奇怪，但是他们这些人其实跟我们正常人一样，都有7情6欲啊。他其实做和尚只不过是个职业，就包括这个师父会长啊，这师父会长啊是1999年的时候才出家的，他并不是说很小就出家的，他今年50多岁啊。上周五上午，现佛教协会召开第2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第1次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确定和部署今后工作目标任务，并选举产生了蒲江县佛教协会第2届理事会和新一届领导班子。会议审议通过了蒲江县佛教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蒲江县佛教协会第2届理事会和新一届领导班子。施兆杰当选蒲江县佛教协会第2届会长。会议希望县佛教协会要坚持党和政府对佛教的领导，加强僧侣人才培养和教风营造，努力推动佛教场所建设，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发挥佛教界的桥梁纽带作用，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蒲江的实施。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许静参加代表大会。那他有欲望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你看他们一方面他当政府官员，一方面当和尚，一方面呢他又在网上泡妞，所以3位一体搞得挺不错的啊。看到他这个新闻呢，我还曾经想过，其实在佛教界前些年发生过的另外一起啊，这个影响力更大的事件，就是那个学成事件。这学成啊，当年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国家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啊，也就是副部级干部啊。但是他当时就是因为在北京龙泉寺做主持啊，做方丈啊，后来出了一个天大的丑闻啊。这件事情啊，其实也值得说的啊。事情呢，当时发生在2018年。就学成的有2个弟子，就他自己的弟子啊，在网上发了一个95页的 PPT，就控诉学成啊，利用自己的地位啊，进行跟那些女的那个比丘尼啊，也就是那尼姑发生关系，而且好像是几十个啊，数量非常多啊。这学成啊，实际上也是个人物啊，16岁出家，福建人啊。出家之后呢，
当年他18岁的时候，以全国第1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国佛教学院。本科毕业之后呢，又考上了硕士啊。23岁的时候，就在福建当了一所寺庙的主持。他的老师啊，当时就退位了，就让给他了啊。后来他的整个这个佛教事业发展的非常迅速啊。那么2003年的时候，他到北京去礼佛，就来到了北京的龙泉寺。这龙泉寺呢，实际上早年啊，在北京是一个荒芜的寺庙啊，是有一个蔡姓的生意人啊，当时自己掏钱复建了这个龙泉寺。学成到北京礼佛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蔡姓商人。这个蔡姓商人呢，就对学成非常感兴趣，就把整个寺庙全部捐给了学成，只有一个条件，就要求学成啊，就做龙泉寺的主持。不久呢，这个学成啊，就带着自己的8个弟子来到了龙泉寺。他这8个弟子有点来头啊，这其中有3个是清华的，还有1个是北航的，全都是高学历啊。所以他后面这弟子就给人感觉都是学尽了现代科学知识之后，又皈依佛门，拜他为师。所以他到了北京之后啊，就把龙泉寺打造了北京第1网红寺庙。他这个寺庙啊，有自己的 APP， 里面全有 WiFi。然后呢，就吸引了大批的北京高级知识分子啊，到他的寺庙里头啊，去礼佛啊、参拜啊、小住啊什么之类的啊。当时轰动一时的一个新闻，北京大学数学系有个高材生已经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 offer 啊，结果呢，人家不去了，就直接到龙泉寺出家了。当时还掀起了一场社会讨论。正因为学成在北京搞寺庙啊，搞得这么成功啊，最后他就一步一步啊往上爬，当上了中国佛教协会的这个会长，同时还当上了国务院的民族宗教委员会的副主任。结果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2个弟子就突然在网上曝光，说他呢利用自己的职务啊，就跟大量的这个比丘尼啊发生关系。后来的调查显示是什么呢？这个学成这个人呢，表面上看起来都说什么佛法呀，实际上他在营造一个非常封闭的信息环境。因为当时有很多女性到了寺院里头出家，他就把这女性啊都搞到福建的一个寺庙里。这个福建的寺庙里啊，就所有的信息跟外界都隔离，就是近乎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就让这些女性啊崇拜他，天天给他灌输学成就是佛，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啊，慢慢给他洗脑啊。当时有一些这些女性出家之后，她的父母到这个寺庙来看都不可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开始搞什么所谓的男女双修啊，然后他就跟很多这个比丘尼之间发生关系，他们之间还争风吃醋啊。网上大家可以看啊，那学成跟这些女的尼姑之间发的那个信息，网上都有啊，看起来真的是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啊。这个事情后来就被他的2个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还是清华的，也后来到龙泉寺拜他为师的人呢，在网上给披露了出来。披露的当天，龙泉寺出来还辟谣呢，说没这回事啊。然后呢，还把他这个徒弟都给停职了。结果后来警方开始介入调查，最后经过了半个月左右的调查之后呢，就认定所有举报的这些信息全部属实。后来呢，这学成呢也被免去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也没了，全国政协常委也没了。然后呢，这些职务扒光了之后，就把他弄回到福建一个非常小的市，叫广化寺啊，在那个地方去了却残生了啊。那这个故事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实际上我们世间之人呢，跟佛教之间的一种关系啊。表面上看这些寺庙啊，是我们一个清净之地，其实并不是。在我看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性，只要有人性的地方就有人性所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就比如说对金钱的渴望，对性的这种需求，我们正常人有，这些所有的寺庙里的僧人同样有，只不过在他们那样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头啊，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其实更极端、更变态、更丑陋而已啊。其实不管是这四川的这个寺庙的主持也好，包括学成这样的事情也好啊，都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节目的最后啊，我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我自己曾经有过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大概20年前吧，我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工作记者啊，有一次啊，河南有一个刑警队的队长拎了一皮箱的这个案卷材料到北京找各个媒体啊，希望能够曝光。他通过别人介绍呢，就找到了我。
他是郑州市的一个刑警大队的队长，当时在郑州啊办了一个案子，就是宋留根啊这个黑社会团伙案。这个案子啊挺有名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他为什么要带着一箱子案卷材料呢？他当时就给我讲啊，他说当时办这个宋留根案的时候呢，检方在起诉阶段的时候啊，有挑选这些案卷里的内容。比如说宋留根案啊，他们当时交代的时候，这些黑社会的人也没有什么经验啊，就把那个郑州市公安局啊、郑州市领导啊，很多人收受他们贿赂啊，跟他们之间勾结的证据，通通都给交代出来了啊。但是人家检察院在起诉的时候啊，他们交代的这一部分的案卷，人家根本不提卷，也就是说这个案卷根本进不到法院去，所以这部分案卷就全部留在了刑警大队这个手里。这个刑警队长呢，就拿着这部分的案卷啊，就到了北京，想找媒体去曝光，还给我看这案卷。他说：“你看，这跟郑州市的市长之间勾结的这个证据啊，他们呢就不带了，这个案卷都不拿走了啊，非常黑啊。”然后他拿这个案卷的过程中间，就给我讲了一个细节，说这个宋留根案，他们当时在郑州为非作歹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事儿。河南省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寺庙，我不说名字，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寺庙的主持啊，当时呢，他们盯上他了，他们就有一天呢，就拍到了这个主持啊跟两个小姐之间啊这个嫖娼的这个过程，还是一次两个啊。他们那个用录像带把整个过程都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他们就想啊，拿着这个录像带啊去敲那个主持一笔，就跟我们这个节目今天一开始讲的钱某和蔡某一样啊。结果没想到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呢，这宋留根团伙就被一窝给端了啊。后来呢，我就拿到他这个信息之后呢，我就在中央电视台报题，我就希望能够做一期节目呢。我们的领导说，这宗教界的事情做不了，是黑社会的事情更做不了。于是呢，这个节目就没有做成啊。至于后来那个刑警队队长啊去什么地方了啊，我就不知道了啊。他的命运如何，我也不清楚啊。但是他当年说的这个曝光的那个宗教一些人士，我现在还经常能够在媒体上看到这个人。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会议审议通过了蒲江县佛教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蒲江县佛教协会第2届理事会和新一届领导班子。施兆杰当选蒲江县佛教协会第2届会长。会议希望县佛教协会要坚持党和政府对佛教的领导，加强僧侣人才培养和教风营造，努力推动佛教场所建设，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发挥佛教界的桥梁纽带作用。